此时的刘家辉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他一声怒骂脱口而出，陈兆忠则是表情有些惭愧地说道：刘先生，好久不见。见你老母啊见！刘家辉指着陈兆忠怒骂道：你他妈还真带种，竟然还敢跑到我面前来，你是真的嫌命长了。一旁的叶晨冷声道：刘先生，你这么对待我的贵客，是不是有点不把我叶晨放在眼里？刘家辉瞬间回过神来，随后便吓得一个哆嗦，他这才意识到刘家辉竟然是叶晨带过来的，于是他一脸紧张地问叶晨：叶先生，您怎么会认识他？叶晨皱眉道：钟叔是我父亲的好友。说到这里，叶晨看向刘家辉，问他：刘先生，你是不是还想问我父亲是谁？刘家辉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他当年与叶长英仅有一面之缘，更何况叶长英已经死了20年，他脑子里早就已经想不起这个人来了。叶晨看着他微微一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刘先生，我父亲名叫叶长英，燕京叶家的叶长英，你贵人多忘事，自己说得过话，转头就能丢到脑后，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对我父亲还有印象吗？叶长英，刘家辉口中喃喃地重复了一遍，眉头紧锁。紧接着他便忽然想起了当年那个专程从内地飞的港岛，与自己见过一面的中年男人。那个时候的叶长英在华人圈名气很大，不但是因为他出身好，能力强，更因为他娶了一个非常了得的女人，那个以推动了硅谷无数企业飞速发展而名震全球的安成期。当年刘家辉见到叶长英时也曾感叹，此人实力非凡，若是能与他攀上关系，将来自然能更上一层楼。正是看在叶长英的面子与潜力，刘家辉才爽快答应放陈兆忠一马。虽说他当时恨陈兆忠恨得牙痒痒，但一想到有机会搭上叶家与安家的大船，他还是果断选择了既往不咎。原本叶长英也确实有过给刘家辉一些回报的打算，只可惜而后不多久，叶长英便与叶家决裂，带着老婆孩子离开燕京。就在刘家辉还想着找机会跟叶长英叙叙旧的时候，便听到了叶长英去世的消息。刘家辉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自己亏大了，自己对陈兆忠做出让步，不是因为叶长英面子有多大，而是自己想从叶长英身上长久的得到好处。可是狗屁好处没得到，叶长英和他老婆都命丧黄泉，这等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所以当时的刘家辉立刻便将他答应叶长英的承诺丢到脑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也逐渐忘了叶长英这么一号人物。可是今天忽然从叶晨嘴里重新听到这个名字，一下子又把他当年与叶长英有关的记忆唤醒。他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看着叶晨：您是叶长英的儿子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听说他们一家人都死了了。叶晨冷声道：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，我还活着。刘家辉吓得一哆嗦，连忙摆手道：叶先生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说着他想到什么，抬头看向叶晨，瞪大眼睛道：您是叶长英的儿子？那也就是说您根本不是什么伊苏航运的人。叶晨淡淡道：虽然我不是伊苏航运的助理，但我是伊苏航运的老板，贺知秋是为我工作的。刘家辉惊骇无比，紧接着又下意识地说道：可是我听说叶家被万隆店寻仇，被万隆店抢走了一半资产，现在已经一蹶不振。可您又是万隆店的主人，这完全是自相矛盾啊。叶晨冷笑道：你觉得是叶家输了，
但那只是我希望外人以为叶家输了而已。一旁的万破军也立刻开口道，是我万破军自不量力，妄图挑战叶先生，最后是叶先生不计前嫌饶了我一命。刘家辉此时的冷汗已经流了满脸和整个后背，而他的大脑也开始飞速运转起来，忐忑不已的暗忖，既然这个叶晨是叶长英的儿子，那也就意味着燕京叶家的家主是他的爷爷，美国安家的家主是他外公，而昨天在鸿门酒吧发生的一切，证明他还是万隆店真正的主人。现在他又说自己是伊苏航运的老板，如此算下来，叶晨背后的实力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。这个叶晨之所以借口伊苏航运的人接近我，恐怕也是知道我想要陈兆忠的命，所以才有意而为之。现在叶晨把陈兆忠带到这里，肯定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此时的刘家辉心里已经慌乱至极，紧接着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连忙换上一副笑脸，激动地说道，您是叶少爷，原来您就是叶少爷，哎呀，我对您的父亲可一直是敬仰至极呀。当年我还曾有幸在港岛与他把酒言欢，如今能看到长英少爷的儿子，我这心里真是激动无比。说着他又赶紧看向陈兆忠，感慨道，哎呀阿忠，你不辞而别走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对你有多内疚，一直想让你回港岛好好生活，但就是找不到你的联系方式。为了弥补我心中的惭愧，我这么多年一直让嘉欣带我照顾你的家人，他前几天还去看过你的老母亲。你现在平安归来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叶晨看着刘家辉一脸真诚的样子，不禁笑道，刘先生祖上应该是内地川省的吧？刘家辉下意识地摇摇头，笑呵呵地说道，叶少爷，我祖上是内地粤省人。叶晨皱了皱眉，你祖上是粤省人？这不对啊，变脸这门手艺好像只有川省出来的才会吧。刘家辉精明无比，一下子便听出叶晨话中的嘲讽，他连忙硬着头皮说道，叶少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叶晨表情一寒，冷声问道，刘家辉，别的都无所谓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对外放出3000万美元暗花要钟书的命，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刘家辉连忙摆手道，叶少爷冤枉啊，叶少爷，我跟阿忠认识很多年了，他又是我的老部下，我怎么可能花钱买他的命？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